他们应当说主要是担心整个的社会的流动的通道变窄，然后呢使自己呢陷入到这种低水平的循环。工作您刚才说了确实很多，但是你会发现找什么工作都赚不了多少钱，或者他这种工作没有使他自己进行不断的递进迭代，换这个工作换那个工作都差不多，所以他是在原地的一个重复，就导致了他自己现在我们年轻人经常讲的叫内卷，就是逐渐的边际效益的递减。所以他很担忧，如果到我40岁的时候，我还能继续这么工作吗？那个时候他的体力和精力可能都无法去支撑现在他的这个工作的状态。我看到有一个这个报道哈，就是说中国现在大概有3亿人左右呢是睡眠不足的，或者有一些睡眠障碍的，而其中80%都是年轻人。And Jean, I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observing and also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balance issues about the IGN. So how concerned should we be? I think we should b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mental health of young people today. So we're seeing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saying that they feel lonely, that they are feel depressed, that they feel anxious. And it's not just how they're feeling, it's also behaviors that are linked to mental health. So they are not sleeping enough.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probably why we have more depression. We see it with self-harm behaviors, even suicide. The recent study we found in 36 out of 37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more teens said that they felt lonely between 2012 and 2018. So this was all happening even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确实是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很多这样精神上的焦虑或者困扰都非常的严重。我觉得还是所谓大家讲的这个竞争剧烈然后呢，年轻人在现实中间如何上升，如何找机会，会受到很多挫折，有很多条件上的挑战。没错，那我们就来谈谈吧，年轻人他们焦虑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回答。一番ついているのは収入ですね。 Sometimes I'll go, I'll donate blood, I'll do gigs on like Insta work, just trying, anybody can get some money. 总结成一个方面的话，就缺钱。 So I think definitely career is number one. I'm from Dubai. I know finding jobs there i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they don't really advertise it here. I think we identify a lot of ourselves on like what we do versus like 大龄未婚女青年最怕就是突然掉了工作。And there's just a lot more like competition, obviously like after the pandemic.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旁边的这些实体店都没有办法开。将来の見えないところに対しての不安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と思います。买房难、买房贵的问题也比较严重。The dream of owning your own house, especially in London, has gone. 多すぎて時間が足りないっていうのは今焦っています。I struggle to find time of when to sleep, when to rest. 父母就也慢慢的老，然后也没时间去陪他。Climate change is a big one, and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K. I don't think it's a sustainable world we live in. I'm a little concerned about bringing life into this world where we don't know where the next 20 to 30 years are going to go. いやこのビデオを見たらもう子供を作る気はなくなりますね。で、日本は若者はもう人口が少ないのに。十分な仕事が供給されていない。我们在描述的不是一个很矛盾的社会现象吗？一方面呢，好像这个年轻人很少，劳动力缺乏；另一方面，年轻人又在找不到工作。为什么这两个现象会同时出现呢？資本主義って言ったらいいんですかね。その経済の流れが非常に大衆の生活を全体的に豊かにす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はなくて、その富が広く一般に行き渡らない、特にまだスキルのない若い世代には行き渡らないという現象だと思いますね。その高い学歴を獲得するためには親の収入が高いことが条件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で、親の経済力が教育格差を助長するという悪循環が起きています。Yeah, that's where we really see that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real split of fortunes based on education. So particularly for young men who only have a high school education,
their wages have gone down even after you correct for inflation. But when you look at those who have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ir salaries and wages have gone up. You get that big split by education. 这几年我们的国内的教育的竞争的环境，整个的市场的竞争的环境也在趋于激烈。所以我们其实也能感觉到，即使毕业于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他现在也有自己担忧自己成为蚁族的这样的风险。他们应当说主要是担心整个的社会的流动的通道变窄，然后呢使自己呢陷入到这种低水平的循环。工作您刚才说了，确实很多，但是你会发现找什么工作都赚不了多少钱，或者他这种工作没有使他自己进行不断的递进迭代，换这个工作换那个工作都差不多，所以他是在原地的一个重复，就导致了他自己现在我们年轻人经常讲的叫内卷，就是逐渐的边际效益的递减，所以他很担忧，如果到我40岁的时候，我还能继续这么工作吗？那个时候他的体力和精力可能都无法去支撑现在他的这个工作的状态。你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哈，叫做时间的暴政哈。其实人类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争取时间，实际上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在跟青年人去抢时间。年轻人为什么到35岁是年轻人？就是你那个时候是资本可以收买你青春的这种价值和时间。35岁以后你不太好收买了，因为你的价格会很高。比如说你要让一个35岁以下的年轻人去加班，他马上就会去加班了。但是35岁以后他会想，我要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我要健身，我熬不住。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过了35，精神一上午。我们上午录节目可以，下午就不行。所以它是一个一般的。我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角度来分析。所以我们也经常讲，我说青年应当是被涵养的，因为在人的一生中，他为什么非要在他的童年期和他的成年期中间专门分出来10几年或20年，我们叫青年。那么这段时间实际上他生理学意义上已经是一个人，但他没有完全被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还可以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时间。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让他去自由的支配去探索，那么可能他的一生都将陷到这种无尽的卷这种状态当中去。而且呢，我有一个大的感觉，随着我们科技红利的逐渐的丧失，可能卷的程度或者压力的程度会更高。其实除了内卷之外，还有躺平哈。其实它都是一种对于这种收入和工作经济状况的压力所做出的一种反应。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个温饱是基本都解决了，这个状态就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中等收入的社会。就是说你找到一个工作很容易，然后但是呢，你觉得永远找不到那个合适的或者理想的这个工作，这个好像变成了他们最大的一个焦虑。我找到的工作永远不是想要的，这个困扰变得非常巨大。然后所以他为什么要躺平？就是说我躺平了，其实是有兜底的，社会有兜底，但是呢我往上走呢，我发现没有动力，然后或者没有能力去冲破上面的种种的压力。就是年轻一代他的期望和他的这个现实的状况之间差距太大，这个状况下他就很难找到一个就是自己所想的这个合适和理想的生活状态。合适已经提高了，